这是一枚空对空导弹被发射，这是一枚精确制导炸弹被发射，这是一枚萨姆防空导弹被发射。这些呢，则是洲际弹道导弹被发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按一下按钮就能够开火了，非常符合现代武器的气质。说到现代武器，榴弹炮也应该算吧，但它开火的画风是这样的。没错，靠士兵猛拽一根绳子来激发，怎么回事？它是直接从一战穿越过来的吗？先别急着下定论啊，你还没有看到更大的反差呢。自行榴弹炮，这个绝对是现代的产物了吧？有先进的火控系统，有自动化的装填机构，但至于它的激发嘛，也可能是拽根绳子哦。所以，为什么开大炮就非得要拽根绳子呢？难道没有比它更好的方式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大部分的火炮采用的都是两种激发方式，一种叫做针激发，另一种叫做电激发。顾名思义啊，针激发就是靠撞针去撞击炮弹的底火，从而引燃发射药，将弹头推出去的。而电激发呢，则是通过炮膛内的电打火装置来点燃发射药，发射炮弹的。前者的好处是用途广、更可靠，后者的好处是发射快、效率高。所以在对射速没有太高要求的榴弹炮、坦克炮、舰炮上面，广泛使用的还是针激发的方式。而看上去极其复古的拽绳子，其实就是在将撞针拉出后，使其回弹去打击炮弹底火的过程了。它的工作原理相当简单，下面我们来看看。那根绳子叫做拉火绳，拉动的东西叫做激发器。激发器位于炮筒底部，有点像是一个小扳手，扳手的一边挂着绳子，另一边连着炮尾，中间则通过一个长得像是钩子的扳锁勾住撞针的尾部。当绳子往外拉时，撞针也被扳锁一并往外拉，于是撞针弹簧就受到了压缩。等拉到极限位置时，扳锁脱钩，撞针在弹簧的作用下猛地回弹，打击底火，炮弹就被直接发射了出去。就这，是不是感觉比枪械的激发原理还要简单啊？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全程机械将那根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绳子给去掉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安全，另一个是成本。先说安全啊，火炮在射击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尤其是大口径的榴弹炮，一开炮，整门炮外加附近的地面都会剧烈的震动。所以按照标准操作流程，很多火炮在完成所有射击准备后，全员就不能再接近炮身了，否则很有可能被撞伤或者是震伤。既然连炮身都无法接近，那怎么开炮呢？就只有拽根绳子了嘛，简单实用，还有安全可靠。另外，即便有一些火炮配备了更加先进的激发器，可以让炮兵在不离开炮位的情况下直接搬动来开火，但是开出的头几发也必须要拽绳子，它叫做稳炮射击。这是因为火炮在阵地进行第一次发射时，炮膛的温度较低，火炮助退机和附近机都没有被良好润滑，底板和柱础与地面结合不严，总体上呢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站在它旁边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当头几发炮弹射出，在后坐力的帮助下，炮身已经稳稳地跟地面结合在一起后，才能把绳子收起来。但你不见得一定会舍得把绳子收起来哦，因为它便宜啊。对的，便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因为作为一个需要大批量生产和列装的传统武器，火炮需要的不是什么技术含量，而恰恰是量本身，所以价格自然是压得越低越好。说到价格呢，还有什么遥控方式比有线来的更便宜呢？还有什么比不用电不用油的绳子来当这个有线控制的工具更直接更可靠呢？大道至简，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所以炮兵拽绳子这个画风我们还要再继续看上很多年啊。好了，最后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个从炮栓的小孔里面塞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呢？你能猜到吗？发弹幕或者留言来告诉我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米勒上尉和队员们已经用光了弹药，但德军还是在向前逼近，怎么办？此时呢，只见瑞恩拿起一枚迫击炮炮弹，拉掉弹头上的一样东西，然后用力磕了一下，递给米勒上尉。米勒上尉随即将其扔出，砰的一声，炸得德国人血肉横飞。所以，迫击炮炮弹真的是可以像电影当中这样临时被当成手榴弹来使用的咯。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答案是，尽管看起来像是做了戏剧化的处理，但事实上，电影中的这种60毫米迫击炮炮弹的确是可以在磕一下之后当手榴弹扔出去的，而磕一下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炮弹的保险。二战当中的美军使用的 M2 迫击炮炮弹上面装着的都是一种称之为撞击式引信的非延式引信，它被设计来只要是撞到了坚固的表面就会立即爆炸，比如装甲建筑物、岩石等等。但有的时候战斗会发生在踩得稀烂的泥地里面，迫击炮炮弹在落到了软塌塌的淤泥当中之后，撞击的能量被有效吸收，很有可能就不会触发引信爆炸了，这可不好啊。所以结果就是 M2 的撞击式引信被设计得非常敏感，只要稍微有点冲击呢就会爆炸。但为了防止还没有被发射出去就被撞炸，炮弹上于是就设置了2道保险：安全插销和惯性击针保险。它们正好对应电影中瑞恩手上的2个动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当安全插销还没有被拉下时，它的一头会插进惯性保险 A 的这个孔里面，限制了惯性保险的运动，所以此时不管怎么碰撞，甚至是将其丢到发射筒当中，迫击炮炮弹都是不会爆炸的。当拉掉了保险插销之后呢，惯性保险的运动限制就被解除了。随着炮弹滑入发射筒，与其底部发生碰撞，惯性保险 A 就会很自然的在惯性作用下后坐，使被 A 卡住的 B 横向弹出。而一开始被 B 挡住的 C 也就可以向前弹出了。于是本来是错位的击针 D 发火孔 F 发火筒 E 变成3点一线对齐了。当炮弹出地，击针就可以随着惯性顺利的穿过发火孔，刺破发火筒，引爆炸弹了。整个过程有点像是层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是倒下的第一块骨牌，在这儿呢就是那个惯性保险 A 了。既然解除它要的只是惯性，那么不管是让它滑进炮筒，还是用手往下一磕，都是可以的。这是2战当中的迫击炮炮弹。让我好奇的是，如果米勒上尉穿越到现在，用今天的迫击炮炮弹还能够像这样操作吗？答案是不能了，因为上述的这种引信已经被淘汰了。它虽然工艺简单，可靠性好，但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就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的，有的时候发射要受潮，或者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炮弹出膛没有飞几米就落地了，它也是照样会炸的，并没有区分敌我之说。那该怎么解决呢？向航空炸弹学习嘛。大家还记得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的炸弹上的小螺旋桨吗？跟这个类似啊，现代的迫击炮引信当中装着的是可以旋转的涡轮。当炮弹发射出去之后，气流会带动涡轮旋转，然后旋转的涡轮再带动下面的线圈发电。只有当涡轮转够了一定的圈数，发出的电到达了一定的电压，才会让电磁装置解除保险的。这个时候的迫击炮炮弹就相当安全了。只不过呢，咱们的米勒上尉可能就要失望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2战后期啊，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2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
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2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2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2架、第3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2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山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
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56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布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支撑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啊，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啊，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它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是的，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呢，并不是规规矩矩的稳在一个平面上，而是群魔乱舞似的摆来摆去的，不仅上下摆，甚至还要前后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竹蜻蜓，我想大部分人都玩过。当我们把这种左右叶片角度相反的桨叶旋转起来之后呢，它就能够垂直飞起来了，是不是像极了直升飞机的原理？但问题是，你看竹蜻蜓桨叶跟旋转轴之间结构如此简洁，那直升机的桨叶跟它的旋转轴之间怎么就长得那么复杂呢？甚至连个玩具遥控飞机也是这样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可能你会说，因为竹蜻蜓只会上下，而直升机除了上下，我们还要让它前进后退、左右移动啊，不得想点控制它的办法吗？所以这就让连接起旋转轴和桨叶之间的结构复杂了起来嘛，对吗？肯定是对的啊！当然，我们假设有这样一种新型的直升机，桨叶跟旋转轴就是像竹蜻蜓那样简单的直接硬连接在一起的，只不过旋转轴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想要往前飞呢，就把旋转轴往前倾；想要往后、往左、往右飞呢，那就把旋转轴往后、往左、往右倾，不就可以了吗？让我们排除这里面在设计上的所有不合理性。请问，真要有这样的直升机，它能飞得起来吗？随着桨叶，我们还是专业点称它为旋翼吧。加速旋转了起来，这架另类的直升机呢，也开始慢慢的向上升起，简直跟竹蜻蜓一模一样。好，在获得了一定的高度后呢，我们要让它往前飞啊，跟之前说好的一样，我们开始往前倾斜旋转轴，于是直升机也的确开始向前移动了起来。此时我的内心是激动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即将在我的手里面诞生。但是等等，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啊！它怎么有些不太平衡了呢？它怎么就控制不住再往侧翻了呢？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旋翼跟旋转轴硬连接的后果了。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稍微补充一下直升机是如何获得升力的基本知识的。直升机的旋翼呢，也是一种机翼，只不过跟固定翼飞机的机翼运作方式不同罢了，但产生升力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机翼的升力主要有2种来源：翼型带来的压力差，迎角带来的反作用力。咱们了解到这儿就可以了。要是再往深里的话，连科学家都还没有真正完全搞懂呢。不相信吗？可以看看我的这一期内容。好了，说回来啊，第一种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形状不同，所以导致了上下表面空气流速的不同，上表面空气流速更快，而下表面空气流速稍慢。根据伯努利原理呢，这样的流速差就产生了压力差，下表面压力大，而上表面压力小，两者一减，下表面还有余力，于是就能把机翼往上抬起来了。速度越快，造成的压力差也就越大，于是升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而第二种迎角带来的反作用力，什么是迎角呢？迎角又叫做弓角，是指机翼的前进方向同它的弦线之间的夹角。它和升力之间的关系是迎角越大，升力越大，反之亦然。当然，迎角过大的话，也可能会带来失速的，这个咱们在这儿就先不讨论了。
带着这2点知识回到直升机上面，我们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旋翼在直升机头上旋转起来时，一侧的桨叶在往前走，而另一侧的桨叶在往后走，它们分别叫做前进叶片和后退叶片。当直升机悬停不动时，这还没什么问题啊。而当直升机往前移动时，问题就来了，因为此刻在旋翼身上就要加上一个相对运动了。对前进叶片来说，相对速度相加之后变得更大了；而对后退叶片来说呢，相对速度相减之后变得更小了。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机翼产生升力的第一点吗？对于同样的翼型而言，速度越快，升力越大，这就意味着前进叶片比后退叶片产生了更大的升力，从而在这样左右不平衡的升力影响下，直升机开始快乐地做起了翻滚运动，直到坠机或者是停止前进。而这2者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该怎么办啊？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让旋翼能够自由地上下挥舞。是的，直升机的旋翼在转起来之后呢，并不是规规矩矩地稳在一个平面上，而是群魔乱舞似的摆来摆去的，不仅上下摆，甚至还要前后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在桨叶的翼根部位会设置一个水平的轴孔，然后通过插销来将它与旋转轴连接在一起。这个结构叫做挥舞角，也叫做水平角，它可以允许桨叶在一定幅度范围内上下浮动。这样一来，桨叶在前进时，由于升力增加，自然就会向上挥舞，于是其运动的实际方向呢，不再是水平，而是斜线向上的。桨叶实际的引角也由于这样的运动而减小了，升力降低。桨叶在后退时，升力不足，开始自然的下降，于是实际引角就增大，升力便增大了。这样一减一增，正好平衡了原先的升力差，使直升机既能平稳的飞行，又能够快速的前进了。不过，桨叶这样上下乱窜，就不会打到机身上吗？不会啊，由于离心力的存在，桨叶会有自然拉直的趋势，因此不会在升力作用下无限升高或者降低。也就是说桨叶的挥舞幅度不是无限的。再加上工程师在机械构造的设计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而保证了桨叶的挥舞不至于和机体发生碰撞。好了，这就完了吗？还没有啊！尽管通过挥舞角解决了直升机侧翻的问题，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也带有问题啊，那就是每当桨叶上扬或者下压时，其重心的位置都会往旋转轴的方向移动，引起科里奥利效应，产生出科氏力矩。这个真的很难解释清楚，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原地旋转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收缩双臂就能够转得更快一样。这里的科氏力矩也会拉着旋翼转得更快，关键是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就这么放任着它不管的话，旋翼转得忽慢忽快的，很容易就造成损伤了。那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用摆正角。也叫做垂直角，就是在桨叶的根部再设置一个垂直的轴孔，通过插销来与旋转轴的其他结构相连。这种连接方式允许桨叶前后小幅度的摆动，从而解决了我们以上说到的科氏力矩的问题。它是这么干的：当桨叶前行时受到的阻力较大，由于摆正角允许它在水平方向上前后摆动，所以呢，它就会自然的向后摆，变得稍稍带上一点后掠角，这样就变相增加了桨叶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加强了减小引角的作用，从而对科氏力矩进行了补偿。而当桨叶后退时，阻力减小，桨叶反而会超前于旋转轴运动，形成一种前掠的样子。这当然增加了桨叶在气流方向上的抛面长度，加强了增加引角的作用，补偿了科氏力矩。就这样，有了挥舞角和摆正角，直升机才能够在空中淡定地站稳脚了。而它们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样连接起桨叶和旋转轴的结构，怎么看起来就那么复杂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接下来我还会把一些直升机相关的有趣知识分享给你的。有什么办法能让飞机不用加油就飞遍全球？办法很简单啊，给它装上核反应堆不就可以了吗？既然航母和潜艇上都能装，为什么飞机上就不能装呢？对啊，可以嘛。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核动力飞机的话题。不知道你听了它之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呀？总之，我想到的前几个问题是：这核反应堆能缩小到塞进飞机的机身里面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为飞机提供动力呢？然后，或许是最关键的一点啊，辐射会有多大？好，那我们就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往下看吧。实际上，早在二战刚刚结束，人类才刚刚真切地感受到原子当中蕴藏着的无限力量之后没多久呢，对于原子能的渴望就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用核电站来点亮城市的夜晚，要用核动力汽车载着老婆孩子去兜风，要用核动力火车装着梦想去远方。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民用，谈起来风花雪月，做起来呢步履蹒跚。但军用可就不一样了，效率那可就高多了。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各自的核动力研发计划，并且呢都渴望着同一样东西，能够不停下来加油就直接飞到对方上空的轰炸机。所以把核反应堆装飞机上这事儿，人类早就已经干过了，并且因此诞生了2架轰炸机和2台核动力引擎，分别是美国的康威尔 NB36H 和苏联的图95 LAL， 以及装在它们上面的 HTRE3 和 NK14 发动机。我们稍后再分别来介绍它们。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装在飞机上的核反应堆究竟是怎么给引擎提供动力的。其实，只要把这2者的工作原理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先说核反应堆，它通过核裂变来产生热量，所以能够提供出持续而大量的热。核电站的做法呢，就是拿这部分的热去烧水，让产生的高温蒸汽去带动发电机旋转，进而发出电的。那么在飞机的引擎里面，核反应堆也是这么先烧水发电，然后再给电风扇供电，让它转起来的吗？这个我们就要结合飞机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来看看了。很巧，就在前2期呢，我们还仔细的讨论过。如果在座还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一会儿去补下课哦。飞机的涡轮发动机核心呢，其实就是要把从前方吸进来，并通过压缩机压缩之后的空气在燃烧室里面加热，使之从后面喷出，带动涡轮旋转的。传统的方式是要往燃烧室里面喷油，然后点燃这部分混合气体，使之上升到工作温度。你想想看，要是核反应堆参与进来，会接管哪个步骤呢？自然就是燃烧加热的那个步骤了，让从压缩机过来的空气以某种方式跟发热的核反应堆接触，不就完成了把它变成高温高压的炽热气体的目的了吗？哪还用得着烧水发电呢？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把原来的常规喷气式引擎改造成核动力喷气式引擎的，只需要保留前后隔开中间，插进去一个核反应堆的模块就可以了。并且呢，如果还是采用直接空气循环方式的话，就更简单了。什么是直接空气循环？就是指从压缩机进来的高压空气被直接接通到核反应堆的堆芯当中，一方面为堆芯降温，另一方面也可以很直接的从这些燃料棒身上获取热量，从而达到原先由燃烧室来对空气加热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啊，因为没有中间过程嘛，所以热效率很高，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些跟燃料棒直接接触的空气在之后是会从引擎的尾部喷射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核辐射会随之大量的散布在大气当中，完全无法接受啊！所以与之相对，就有了一个叫做非直接空气循环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通过压缩机的空气不会直接接触到反应堆的堆芯，而是会与某种中间介质来做热交换。这些中间介质呢，通常是在密闭环境下不断循环于堆芯和外界的水或者是水银，它们将反应堆的热量带走，帮它降温，也将这些热量带给压缩空气，帮它加热。由于是在密闭环境下循环的，所以好处自然是大大降低了核辐射，但与此同时呢，也降低了热效率。1950和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据此思路都分别开发出了各自的核动力轰炸机。美国方面，通用提供了一台由接4气喷气式发动机改装而来的直接空气循环式核动力引擎 HTRE-3， 被装在了一架也是改装的康维尔 B36 上，起名 NB36H。为什么选这架来改呢？因为美军翻遍了自己的军火库发现只有这么一架是能够拖着 HTRE-3 起飞的。你就可以想象这玩意儿有多重了吧？它的裸重就有45吨，还没有算上一个由不锈钢和水箱组成的全包式屏蔽外壳。在起飞前呢，它会从防护森严的地库中直接吊装到 NB36 的炸弹舱里面。为了减少反应堆对机组成员和机载电子设备的辐射，机舱当中还应该要再加上厚厚的铅板才行啊。但是很明显要是飞机真的把铅板带够它自己也哪儿都别想去了，所以只能是在反应堆和成员之间装一个厚13厘米、重5吨的铅板。在成员舱那边呢，用11吨重的铅和橡胶混合屏蔽层保护起来。座舱玻璃也是厚达30厘米的含铅玻璃。1955年9月17日，这架打开了核反应堆的 NB36 首次飞上了天空。紧随其后的是一架全副武装的 B50， 一方面是监控和记录从前方飞机中释放出来的废弃的核辐射剂量，另一方面呢是预防万一遇到坠机可以快速的封锁现场。这样的实验飞行进行了46次。那这台 HTRE-3 核发动机的表现过关吗？实际上，在这47次的飞行当中，没有一次是由它来给飞机提供动力的。
按照军方的说法，他们只是在测试核发动机的屏蔽效果而已，看起来相当的谨慎。不过也亏好是他们相当的谨慎啊，因为没过多久呢，这台发动机是真的由于温度传感器的故障发生了一次堆芯熔毁的事故，太可怕了。美国政府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想想还是不要去承担这种没有太大必要的风险吧。于是肯尼迪总统最终在自己的任期仅剩1个月的时候终止了空中核推进的计划。再看苏联那一边啊，美国有了，苏联敢没有吗？于是同样也是在自家的发动机上改造，在自家的飞机上改造，黑科技的核动力飞机图95 LAL 便诞生了。装着核反应堆的也是炸弹舱，它是将一架图95M 靠近机身的2台 NK12 涡桨发动机换成了专门设计的 NK14 核动力涡桨发动机改造而成的，前后也一共试飞了34次，大部分的时间呢，核反应堆是关闭的，开启的次数呢寥寥无几。但就是这么几次试验，充分验证了核动力飞机的可行性。据初步估算啊，图95 LAL 一次性能够绕地球赤道飞行80圈不停歇，前提是飞行员还没有死。被辐射死，跟美国的 NB36H 一样，尽管在驾驶舱裹满了厚厚的铅板，但辐射剂量依然是相当的致命，所以最后苏联政府也不得不认怂，跟美国一样叫停了核动力飞机的项目。好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咱们再来看看核动力飞机有可能伴随着可控核聚变一起再度变成现实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1944年的11月23日，一架 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呢紧急迫降到了位于比利时的英国空军基地里面，但是救援人员足足等了20分钟，却不见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终于啊，基地指挥官约翰·克里斯普少校呢失去了耐心，他上前一番折腾之后呢，打开舱门，只身就爬了进去。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的机舱。驾驶舱里面没人，领航舱里面没人，无线电舱里面也没人，所有地方都没人。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但这架重约25吨的重型轰炸机的的确确就在刚才成功的迫降到了这里。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发生在2战当中相当蹊跷又绝对真实的幽灵轰炸机事件。接着开头的故事讲下去啊，克里斯普少校呢，刚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蒙圈的，因为他在进来之前呢，他是很确信自己一定能救出几个活人的，而且啊，大概率还是活人更多。因为在发现这架 B-17快速冲向基地时，他留意到啊，4台引擎中有3台还在正常工作，机身上呢没有明显的损坏，起落架也已经放了下来，即使在重重的触地后，螺旋桨和一节机翼都已经被崩飞了出去，但机身仍然保持了完整，就连那3台原本工作正常的引擎也都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啊，所以大家肯定还待在里面等待救援吧。然而此时他的后背开始发凉了，为什么哪儿都没有人啊？难道这架飞机上打从一开始就根本没人吗？不过他接下来发现的一系列证据呢，则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们来跟着他一起看看。首先，他找到了12个摆放整齐，一看就知道是在为跳伞做准备的降落伞包了，它们都还保持着未被打开的状态。显然，如果有人跳伞的话，那他一定什么都没有背上。接着他看到了一些吃掉一半的巧克力，拿起来一闻，还相当新鲜。然后他钻进了领航舱，仔细搜索之后呢，他又有了2个重要的发现，一个是已经揭掉了伪装的斯佩里投弹瞄准具，这是一台早于诺顿的瞄准具，后者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呢有过详细的解释，很有意思，我建议你一会儿一定要去看看。由于保密程度极高啊，所以这种瞄准具呢只会在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才会被放进飞机，而且肯定是要等到投弹之前才会将用于伪装，以防不幸坠机后瞄准具被敌方捡走的盖子给揭开的。所以一旦揭开，说明机组已经做好了要投弹的准备了。另一个就是放在旁边领航员工作台上的代码本了。首先，他被人用笔在当天的日期和任务代码旁做了记号。其次呢，在空白页的最后一行，显然是有人在慌张中写下了一句 Bad Flak， 猛烈的高射炮击。所以综合起来，这些证据就还原出了这样一个模糊的事实。在这架 B-17上呢是有机组成员的，他们当时正在执行轰炸任务，但是却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击。在炮击之下，飞机应该是发生了某些致命的故障，导致机组成员才不得不选择弃机跳伞逃生。但这样的解释，就连克里斯普少校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啊，因为矛盾相当明显嘛。
在迫降前，他所观察到的 BL7呢，并没有什么损坏，显然是不符合起机条件的。另一个是，如果要起机，你们至少也应该要背上降落伞呀，怎么可能就这么直接跳出去呢？太不符合逻辑了嘛！所以这件事上报之后呢，引起了从上到下各个方面的关注。军方开始派出专门的调查小组前往比利时了解真相。幽灵堡垒这个称呼呢，开始出现在各个头版头条，人们更喜欢谈论它背后的神秘力量。没办法嘛，它确实是太神秘了，就连调查一开始也还在为这样的神秘做贡献呢。他们发现这架 BL7居然没有名字。按照传统呢，每一架 BL7都应该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名字的，或者叫做昵称，比如很有名的孟菲斯女郎、地狱厨房、皇家同花顺等等等等。然后呢，会在飞机头部给他们绘上一个大大的图案，而这架飞机却什么都没有。调查人员只能找到一串生产序号，奇怪吧？但好在在这串代码的帮助下呢，调查人员终于找到了这架 BL7所属的部队了第91轰炸机大队第324轰炸机中队，由哈罗德·德波尔特中尉指挥。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德波尔特中尉还活着吗？他不仅活着，他还带领着全部8名下属好好的活着呢。在成功的跳伞之后呢，他们落在了布鲁塞尔郊外的一座公园里面。经过一位当地大爷的帮助，在一座废弃的校舍里面躲了几天之后呢，被英军给营救回去了。好啦，看样子调查人员所期待的真相似乎终于有了着落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德波尔特中尉的证词吧。当天上午他们受命参加一次针对德国梅尔塞堡炼油厂的轰炸任务。梅尔塞堡呢是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被看成是当时德国仅存的获胜希望，所以被重兵把守，防空火炮多达400余门，比首都柏林还要多出1倍。堪称盟军飞行员的梦魇之地而不同于英军美军还尤其喜欢在白天发动轰炸。虽然良好的视野有助于自己的准确投弹，但同时也让敌人的炮火更容易找到空中的目标了。估计是他们觉得自己的 BL7精打，所以不太怕吧。德波尔特中尉指挥的就是这样一架结实的 BL7了。他在几天前呢才从第401战斗中队调过来，所以这架 BL7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也是显得不那么奇怪了在跟着大部队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已经接近了目的地，并开始往8500米的投弹高度爬升了。但就在此刻，德波尔特却突然发现自己的飞机不那么给力了，其中一台引擎似乎出现了某种故障，让他不得不脱离编队，自行寻找解决方案。你想这个时候位于敌方阵地上空落单低飞，不明显就成了活靶子吗？于是高射炮火迅速袭来，其中一发直接就打进了弹药舱。但是说不清为什么这么命好炮弹却并没有爆炸，只是将投弹机构给损坏了。德波尔特中尉擦了一把冷汗，又转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处境。外面高射炮火继续在旁边不断的炸开，鬼知道下一枚会不会就直接冲进驾驶舱。里面受损的投弹舱呢正冒出滚滚浓烟，很快就将飞机整个笼罩住了。机械故障也让炸弹无法释放了。还有起初原因不明停掉的那台引擎呢，已经彻底完蛋了，只剩下3台似乎还在继续卖力的工作。于是他当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任务取消，返回基地，开始转身朝英国飞了回去。但是飞机的动力还在持续损失，又有一台引擎开始冒烟了，它们的高度呢也在不断下降。德波尔特中尉就下令将机舱内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呢全部抛弃，希望能够挣扎着飞过海峡。不过让他失望了第2台引擎很快便从冒烟变到起火，最后停机了。他们显然是不能再继续往前飞了，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弃机跳伞了。按照德波尔特的说法，他先是让机组成员一个个跳出，最后才在将飞机设定到自动驾驶模式后跳出去的。他当时绝对是想不到只是为了让自己跳出去的自动驾驶模式呢，居然连飞机本身都给救了下来了。是的这架 BL7在经过维修之后竟然又上了战场，而德波尔特和他的8名战友呢也继续战斗到了战争结束。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没有因为围绕着他的谜团呢，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嘛。我们来总结一下来自地面的克里斯普少校的说法和来自空中德波尔特中尉的说法是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地方的。第一个是空中的声称他们曾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击，但地面的却说他们看到的飞机呢完好无损，所有后来的损伤其实都来自于迫降时的冲击。所以遭受猛烈炮击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第二，到底坏了几台引擎？
空中的声称坏了2台，地面的则称至少还有3台在正常工作，甚至连迫降停下来之后呢，那3台引擎都还没有跟着停下来呢。第3啊，空中的说他们背着降落伞跳了下去，所以获救了，而地面上看到的却是12个完整没有打开的降落伞还在飞机上。第4，自动驾驶没错，但是自动降落这种事可从来没有发生过啊，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啊。于是整件事就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了。难道真的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操纵了吗？官方可不太喜欢这种态度啊，他们更愿意用惊人的巧合和极端的运气来对这件事做出总结，并也成功的为以上4个矛盾的说法呢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我们来听听啊。第一，比利时基地的人员由于缺乏对 B-17的了解，所以很有可能把一开始它的战损误认为是它在迫降后的衰损。第二，在机组起机之后，那台一开始莫名其妙停掉的引擎又莫名其妙的恢复了。第三，既可以是这架 B-17多带了很多的备用降落伞包，也可能是克里斯普少校呢看到的只是空了的降落伞外包装嘛，他并没有打开查看里面啊。第四，B-17飞行堡垒是世界上第一架全金属的4发重型轰炸机，本身就以坚固而著称，经常都会发生在严重受损后还能安全降落的情况。所以这次无人降落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发生在 B-17身上还是能够理解的呀。怎么样？你觉得这几个解释能抹去你心中的疑云吗？好吧，不管能不能啊，它都是2战当中发生过的最神秘的事件之一了。很高兴能够与你分享，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呢讲给你听。